那一刻，自出生来便立于云端，睥睨超然，位高权重，受人敬畏崇拜的杜阿城仁大城主脑中再一次空白一片，半晌无法思考。他是真的没想过会有这一关，真的半点没想过。他以为只是动刀喝药泡药就可以了，就算会怀孕，这些也尚在他能承受的范围之内。可事实证明，他有点傻，有点天真，像个女人一样。若说杜阿城城主年过26还没碰过女人，打死谁都不信。他没负过女人不假，不代表他没上过女人。他是京城第一名妓的入幕之宾，只要有事去京城，任鹏飞不住客栈别院，直接住进他的厢房之中。韦婆婆说岔开双腿，她莫名想起铭记怀宁两条丰腴如雪的美腿夹住她腰身轻轻摆动时的场景。韦婆婆说让男人干她，她突然想起怀宁浓密黑丛之间甜蜜湿润的入口。终于能够思考后，她想，这不是女人才能办到的事情吗？可是她很快又想到，韦婆婆都能令一个男子改变体质怀孕产子，像个女人一样被男人干又算什么？过了良久，任鹏飞才硬着头皮问，婆婆的意思是先出谷找个男人来？你不用出去了。说完这话，韦婆婆拽住任鹏飞的衣襟，把他拖到一个山谷旁，指着烟雾飘渺看不见底的山谷道，这下面就有一个男人。在他们之前，万恶谷中居然还有男人存在。任鹏飞暗暗吃惊，你弟弟还能撑57天，过了这段时间，就是老身也无能为力。若你真想救你弟弟性命，这段时间内，不管你用什么办法，只要让自己怀上身孕便行。韦婆婆扯下她的衣袖，指着她手臂上的红痣说，这颗痣消失，就证明你成功了。能给我一些类似春药的药吗？韦婆婆很快丢给她一瓶药，最后还给了她一个小竹筒。等你手臂上的痣消失，就打开竹筒，我会把你弄上来的。说完，也不管任鹏飞有没有听清楚，一脚把他踹进了山谷里。身子急剧下坠，任鹏飞下意识运气，丹田却空荡荡一片，这才倏然忆起鬼婆婆也不知道在他身上下了什么药，内力像随风散去般消失得无影无踪。已经没有心思哀悼自己苦练多年才修得的浑厚内功，眼下也只能闭上眼睛一直往下掉。很快，砰的一声，任鹏飞坠进谷底的一个深潭中，溅起的水浪足有1丈来高。好在任鹏飞识得水性，待脑中的浑噩散去，泡在水里的身子几个翻腾，脑袋便冒出了水面。一手抹去脸上的水渍，睁开眼睛看向四周，却不由一愣。一个披头散发、满脸胡子只露出一双眼睛的人，木头一样傻傻地盯着他看。刚刚掉下来时溅起的水花，把这个猝不及防的人浇成个落汤鸡。一头毛发服帖地粘在他脸上，与身上烂得不成样的衣服一起滴水。也不知道在谷底待了多久，这人乍一看已和个未开化的野人差不了多少。任鹏飞很快便敛下心神，朝这人所在的方向游过去，攀着四处的岩石慢慢走上岸。上了岸，才走到这人身旁，虚脱无力的他一屁股坐下来，大喘几口气，发现这个满头毛发看不清脸面的人还在望着自己傻傻发愣，很可笑的样子。但任鹏飞却笑不出来。他低声问道，谷底就你一个人吗？谷底的风一阵又一阵吹过，
这个人真像块木头般，愣是没吭一声。任鹏飞忍了许久，又问道：谷底就你一个人？这个人还是没回答。任鹏飞暗中叹息，这一口气还没叹完，紧接鼻子发痒，重重打了一个大喷嚏，脑袋随之感到有些晕沉。受寒了吧？谷底风凉，他还一身湿衣，现在又没内功运气，一番折腾下来，体质弱些的人早不省人事了。瞟了身边还傻怔怔的人一眼，任鹏飞起身，本想找个比较隐蔽的地方，但四周不是低矮的岩石，就是半尺来高的野草，哪有什么遮掩的地方？无奈之下，任鹏飞往前走了几步，背对身后的人，慢慢脱下身上的衣物。反正都是男人，怕什么？任鹏飞此次进万恶谷，穿的是一套女装，里头却是男士亵衣。被鬼婆婆识破之后，他便不再换上女装，反正每日不是睡觉便是泡药水，便一直穿着这身亵衣。薄薄的一件白衣，脱下便露出任鹏飞常年习武锻炼得矫健匀称的上身，健康的肤色沾染些许水渍，在光的折射下似乎在莹莹发光。把解下来的上衣拧干晾在一侧，正想把下身的裤子也脱下时，任鹏飞蓦地扭过头去，恰巧对上这人专注的目光。只露出黑得不可捉摸的眼睛的人没有半点尴尬之色，似乎于他心底根本没有所谓的羞耻。慢慢移下在任鹏飞脸上的目光，在他身上其他地方流连，炙热的目光几乎把任鹏飞灼伤。反而是任鹏飞莫名慌乱起来，抓起一边的上衣，走到一个较高些的岩石旁坐下，把那男人的视线完全挡住，这才稍稍放心的把粘在腿上的裤子脱下来晒干，放在一边晾。因为全身都湿透了，任鹏飞索性解开发带，用手梳开。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能随意处置。留了20几年的一头长发，就这样把他的背整个挡住。突然一只手拨开他的发，贴上他的背，无声无息，把任鹏飞吓了一跳。以前内力还在时，不论是谁，在10丈开外就能让他察觉到声息。现在内力没了，人跑到背后了，他都没发觉。还是这人武功高强？任鹏飞不着痕迹地挪后一步，这人又想伸手来摸，任鹏飞不悦地用力拽住他的手腕，狠狠甩开。一头毛发，跟个野人没啥区别的男人，许是未料的会被这样对待。黢黑的双眼透露些许茫然，傻傻在看向任鹏飞时，目光很快又不规矩了，从他脸上一直到赤裸的身上，每一寸都不放过。任鹏飞忍无可忍，一把推倒这人，抓起才脱下拧干的衣物就要穿上，但有人比他动作更快，闪电一般扬手，顷刻间，任鹏飞手中的衣物全被他夺去。这个人紧紧抱住任鹏飞的衣服，眼睛还是片刻不眨的紧盯他矫健修长的身躯。任鹏飞很是恼怒，不顾3七21，伸手就要抢回自己的衣服。但这个人身手敏捷的诡异，每次都快要碰上，眨眼功夫又避开的难以触及。喝了好几天不知功用的药，本来身体就有些无力，现在内力又被废去，和这个人纠缠不到盏茶功夫，任鹏飞已是气喘吁吁，差点站不起来，只能斜靠身边的矮石，一口一口喘气。任鹏飞停下，这个被胡须遮脸看不出长相的野人也停下，目光仍紧紧驻留在他赤裸的身上。任鹏飞虽气，却也无可奈何。想了一阵，他朝这人伸出手，口气尽量缓和的道：把衣服给我。这人动也不动。任鹏飞恼火，口气不由加重：把衣服给我。这人还是不为所动。任鹏飞气急，加上这人不识好歹，死盯他的身体不放，恼恨之下失去理智，想也没想就扑过去，只为抢回自己的衣服。他这一扑似乎正中野人的下怀，衣服随手一丢，
牢牢把他扑过来的身子抱住，再一个翻身就把人压在了身下。你干什么？人被压在草地上，任鹏飞才豁然清醒，这样的姿势更是让他愤怒。瞅见这人下盘全开，卯足劲一脚踹上他的小腹，把人踢到一边打滚。他则趁这个地方飞快向自己的衣服爬过去。手离衣服不及1指的距离时，他下身一滑，脚踝被人一握，往后一扯，整个人迎面趴在地上。青草的气味充斥鼻腔，胸膛在草地上擦过。眼见衣服离自己越来越远，任鹏飞咬牙握拳，在草地上恨恨一锤，蓦地翻过身去，抬起另一脚朝着人迎面扫去。可这回野人眼明手快，抬手啪握住他的另一只脚，猛然按在地上，人直接从他被分开的双腿间扑到身上。你找死！一城之主的威严可不是装出来的。任鹏飞双目一凛，握紧着手，直接朝这人挥过去。尽管内力全失，但常年锻炼出来的力气和速度，一般人难以比拟。他想揍的人，没有谁躲得过，而挨上这一拳，足以肿起一张脸，躺在床上10天半月。可让任鹏飞惊讶的是，压在他身上的人轻轻松松便躲开了。还未等任鹏飞自震惊中回神，他的这只手被按在了草地上。可他没有迟疑，右手被缚，还有左手，只不过左手下场和右手一样。任鹏飞拼命挣扎，可这人的力气大得匪夷所思，甚至让任鹏飞怀疑，若他内力还在，也不能从他手中逃离。这人确定任鹏飞不能再挣扎后，才垂下毛茸茸的脑袋，像确定什么，也像只野兽一样，在他身上左闻闻右闻闻。任鹏飞正感到奇怪时，这人突然伸出舌头在他身上舔了起来。任鹏飞浑身一颤，剧烈挣扎起来，不可置信的道：你干什么？放开我！快放开我！任鹏飞一动弹，这人不得不停下来，抬头看向任鹏飞的一眼，有着野兽一般的犀利。他用一只手抓住任鹏飞的双手，用膝盖顶住他乱动的脚，在任鹏飞咬牙切齿的怒骂声中，用手一遍一遍缓慢而沉重地拂过任鹏飞身体的每一处，就像在对待一个无价之宝。若说这些已经是耻辱至极，当任鹏飞察觉身上的人呼吸变重，连身体都开始发热时，更是气得差点昏过去。这畜生想干什么？他想干什么？混账！混账！又不是未经人事之人，对方的欲望已经如此明显，同样身为男人，任鹏飞如何不懂？正因为安晓此事，才会如此恼恨，居然被当成女人，居然被当成女人。气得发胀的脑袋之中倏地闪过什么，任鹏飞不由一愣，想起了他会出现在这个地方的原因。望着烟雾飘渺的山谷上方，任鹏飞苦笑一声，放松身子，不再挣扎，认命地闭上眼睛。他以为事情会就这样进行下去，可老天爷明显不会让他如此省事。任鹏飞很快便发现，事情并不如他一开始所想，因为压在他身上的人，除了摸就是舔，根本就没有再进行下一步，且手法生涩的与一个只会吃奶的婴儿没两样。任鹏飞怔怔地望了一阵这人不断挪动的脑袋，肚里五味杂陈，实在说不上来是什么心情，只知道全身更是无力了。老天爷到底在开什么玩笑？此时的任鹏飞真恨不得一刀捅死自己，一了百了。身上的人身子越发烫得厉害，下身不时在任鹏飞身体上磨蹭，也不知是不是被欲望熏得发晕了，手上的劲泄了不少。任鹏飞找准时机，一下子就挣脱开来。这人一惊，正欲再把他抓回去，任鹏飞在这时朝他狠狠一瞪，厉声喝道：不准动！怎么说也是向来发号施令的人，眼底的威严霸气总会让人不经意之间俯首称臣。
这人呆呆地愣住，果然没动。任鹏飞闭上眼睛，深深吸了一口气，然后猛然睁开，一只手撑在这人单薄的胸膛上。任鹏飞只稍稍动了下手，这人的身子就抖得如秋风落叶般，一看就知道是未经人事的。任鹏飞觉得自己差不多要疯了，他肯定，如果属下见到他主动对其他男人干这种龌龊事，他们会疯得一头撞死。可不仅仅是如此而已，他还得继续疯下去，为了救任成飞一命，为了早些该死的怀孕。其实眼前这个男人的声色，还有他的素未谋面，让任鹏飞心里多少有些安慰，至少以后不会再见到这个男人。男人趴在任鹏飞身上喘息，任鹏飞过了很久才艰难地挣扎着想离开这个人，又被男人压了回去。放开！任鹏飞的声音沙哑得不成调。我叫你滚！男人抬头傻傻地看着任鹏飞，任鹏飞没有理他，面无表情地一把推开他，试了几下没能站起来，几乎是爬着过去和衣服一起把药瓶紧紧地攥在手里，用骨节都泛白的力气死命抓住。而任鹏飞受的打击太大也太累，坚持没多久，双目一合，倒在草地上。任鹏飞醒了，发现自己睡在一个黑漆漆的山洞里，身下垫着枯草，身上盖着用杂草没有章法制成的席子，借着从洞口照进的昏暗光线，看见他的衣服就被放在身侧，从鬼婆婆那拿来的小竹筒和小药瓶整齐地摆在衣服上，紧紧挨在一块儿。他的身体状况很是糟糕，一边的脸热辣肿胀，下身传来一阵阵撕裂般的刺疼。任鹏飞并不知道自己睡了多久，更不想知道那个野人到哪去了。心神子醒来，经过一阵恍惚之后，慢慢忆起什么，遂抬起右手臂，仔细查看上面的红印。昏暗之中看得不是很清楚，但这个印子与皮肤的颜色差距太大，依旧能轻易分辨出，并没有半点消失的迹象，还是一样清晰地呈现在眼前。任鹏飞呆看一阵，不由得无力地躺回去。待任鹏飞穿上还带着些湿意的衣服，扶住洞壁蹒跚走出外面时，看到那个与他有过鱼水之欢的野人正背对他，蹲在不远处的草地里认真地挖什么东西。他身边挖出来的东西已经堆成一座小山，任鹏飞看不出是什么。野人的听力估计很好，任鹏飞因为动作大些，牵扯到痛处，轻轻嘶了一声。这一声小的，连任鹏飞都不清楚有没有叫出来，这个人却警觉地蓦然扭过头来。一见已在山洞旁的任鹏飞，这个人的双眼疏忽一亮，不再继续挖了，捧起脚下的一堆东西，屁颠屁颠地直奔过来。站着实在太费力，任鹏飞扶着洞壁一点一点坐下来，然后蹙着眉望着举到眼前的一堆东西，有些像冬虫夏草，但再仔细一瞧却又不是，比虫草还要丰腴一圈，上面沾染的黑泥还带着水汽。一头毛发的男人见他光盯住不放，困惑地歪了下脑袋，突然想起什么，赶紧放下手中的东西，拿起其中的一个，随意拍拍上面的泥，直接塞进嘴里嚼了起来，然后看看任鹏飞，仿佛是在告诉他这东西是拿来吃的。尽管任鹏飞对食物不是特别讲究，也不是有洁癖之人，但看见男人吃下后粘在唇边的黑泥，别说吃了，连再看下去都不忍心。可这人根本不懂察言观色，见任鹏飞不动，索性拿起一个拍去泥土，直接递到任鹏飞嘴边。任鹏飞青着脸躲，他就挤过来，躲另一边，他又挤过来。任鹏飞实在不耐，怒极之下一掌拍飞这只烦人的手，小飞虫一样的植物在草地里滚了几圈。男人怔住，呆呆望了阵任鹏飞铁青的脸，似乎很是苦恼地挠了挠一头蓬松的发，没多久蓦地站起来，蹭蹭蹭几下就跑没影了。任鹏飞左右看了看身边的环境，最后深深叹一口气，周围全是山壁，
高耸入云。就算一身内力还在，他也没把握能出去，更何况现在。了解自身的处境，觉得没什么指望，干脆松懈下来后，肚子很趁紧的咕咕直叫。于是视线又移回被那个野人丢在地上散乱一地的不知名植物上。既然那个野人身先士卒了，那肯定是能吃的。任鹏飞捡起一个，仔细看了看，又抬头找了找，并没有看见什么有水的地方。他掉进去过的深潭离这也不知道有多远，现在他身体不适，多走一阵都冷汗直流，实在不宜走动。无奈之下，他只好学那野人先拍去泥土，然后撩起衣服用力擦干净，觉得差不多了才放进嘴里。